先抽出一些血备用，虽然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后来又做了一次实验，把薛灵桥和田径直的血混合后，注入了我的身体。结果呢？没有产生排异反应。田径直的血似乎成了薛灵桥的血和其他超级人类血之间的融合体。你用这种方式获得了薛灵桥的力量。我已经说了，我的运气没有这么好。我只是用薛灵桥和田径直的血，研制了一种新型的兴奋剂，注射了之后，可以获得薛灵桥血液当中的部分力量，比之前要强，而且维持的时间也可以达到10个小时。你这么执着于获得力量，到底想要得到什么？你不觉得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配得上超级人类的称呼吗？看来强大的力量让你获得了快感，你已经有了新意。年龄果然是有优势的，处乱不惊，该吃的吃，该喝的喝，不像普通人，遇到一点小事情就喜欢伤春秋。你觉得超级人类比普通人类高级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所以你才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割几10刀，没有任何的罪恶感。你觉得他们是低等生物，跟你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没有区别，是吧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的话，神想要处置我们的处境难道不一样吗？你说的那不是神，是恶魔。那2份调查报告，你看过吗？看过，我还去查了县志，但没有找到关于你的线索。我这样的小人物，死了也就死了，还能有什么记载？可如果我是恶魔，那他们的祖辈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可他们都是无辜的。普通人类的生命太短，他们不是常常说，孩子是他们自己生命的延续吗？他们将权力、地位和财产都让后代去继承，让他们在一出生就比别人富有，比别人高贵。按照你刚才的意思，他们手上沾的鲜血、欠的人命，可以在他们死后一笔勾销，这样难道就公平吗？每个人的出生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。是啊，出生没办法选，基因突变成什么样也没法选，所以在我可以选择的时候，我想要改变自己的命数。我这么做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以作恶为手段当然不对。洪时光的下场你是知道的。洪时光吗？他已经很值了。我想他死的时候，应该也不会后悔放干了薛灵桥的血吧。所以那2份调查报告，是你找洪时光帮的一个忙。没错。你怎么会认识洪时光？你忘了吗？我一直都在负责前沿科学的资助和投资，所以我很早就关注了李教授主导的干细胞研究中心，也知道他有一个秘密的资助人。后来，薛灵桥从博物馆被运去做研究，路上发生车祸，莫名其妙的消失，这些我都有关注到。你比我更早就发现薛灵桥是超级人类，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因为我想先看看
李教授究竟能研究出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后来我调查到，洪世光就是他的秘密资助人，也知道他借助薛灵桥的血活了100多年，这太让我惊喜了。惊喜？洪世光的存在是一个罕见的案例，很值得研究。你们见过面吗？在他还好好活着的时候，我主动联系了他，见过一次。他告诉我，他想要变成真正的基因突变人，也计划好了改造自己的方法。我从心里很希望他能够成功，许诺他如果成功了，可以帮他介绍加入我们。他也还了我一个人情，利用他的关系网，帮我调查了仇人的后代。据我所知，当时是李教授临时反悔了。幸好是这样，我也是2个月之前才发现的。如果李教授当时那么做了，洪世光会死在手术台上的。你舍不得他死？他这个人让我又爱又恨。什么人这么嚣张，敢找超级人类的麻烦？洪世光的女秘书叫方晓。洪世光，他藏了些薛灵桥不能曝光的资料，被方晓拿到了。因为知道了方晓的事，所以你担心洪世光也保存了你的资料。虽然我和洪世光见面并没有透露什么，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调查那2个人的后代，但洪世光不是一个一般人，我害怕他在背后调查我，所以我以薛灵桥的名义约了方晓见面。我可以治好你的病，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我和田静之的麻烦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就来见我，时间和地址在信的背面。要叫沙拉酱吗？冰箱里有。不用。见到方晓之后，你应该看到那2份调查报告里面没有关于你的信息。当我去问他的时候，实际上已经暴露了。所以你去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要杀他。是他的贪欲害死了自己。如果他不去勒索田静之，我想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有他的存在吧。你比他的贪欲更重，没必要为自己找理由开脱。我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来惩罚我，我也不会后悔我之前所做的一切。也许，神已经在计划审判我了。明明是很隐秘的山洞，却偏偏被发现了。明明是一个那么好的烟雾弹，却等不及我离开就失效了。你带走洪世光也是早就计划好的。原本我只是想观察，洪世光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山洞被发现以后，消失的洪世光正好转移了李延之的注意力。如果他能再活得久一点就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计划要栽赃云真做替罪羊的？
干什么？江以恒他和我一样，没有进化肢体。哦，原来你是个废柴啊！神也真是有意思，偏偏让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得到了力量。如果不是老大糊涂，他早就已经被放干心冻起来了。你嫉妒他？不是嫉妒，是厌恶。其实我最开始的目标，并不是那个叫狐狸的女生。还有一次，我差一点就动手了，可是天境之在，所以我放弃了。神也是偏心，总有些人很走运，总有些人不走运。你又多杀了一个完全无关的人。老大不经常说吗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，所以为了目的，有些牺牲是在所难免的。你不也很赞同吗？他的目的跟你的目的不一样。你刚刚还说，以作恶为手段，就是不对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该休息了。我竟然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。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重要的工作伙伴，认定你可靠、温和。可恰恰是这些，束缚了我的思维。等你今天早上问我那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快找到真相了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到底打算用我交换什么？交换成功以后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也许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能更好的聊聊天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兰呀？明天吧。今天这一天我太累了，想好好睡一觉。晚安。怎么这么急叫我过来呀？到底什么事儿？我找到了可以提升超级人类 level 的办法。提升 level？ 对，比如像我，本身就是超级人类，可是肢体没有进化。但是，通过兴奋剂，可以短暂将我的肢体爆发力量。你研究出提升能力的兴奋剂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老大，你好敏感啊。没错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自己亲自测试的。不仅是兴奋剂，我还找到了直接晋级的办法。看来你还真是瞒着我，做了很多事儿啊。我也不想瞒着你的。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但是除了延续奇迹，我更想要创造奇迹。创造奇迹？说说看。我们超级人类的共同点是不老不死，但是每个人进化的方向不同，进化的并不完美。我们可以通过外科手术移植同类的红脊髓，让一个超级人类趋于完美。你经过实验了，成功率呢？没有，现在只是理论上，还需要有人去实践才行。那看来，你已经找到实验对象了。
你不觉得薛灵桥是个很完美的实验对象吗？他根本就没打算加入组织，说不定还会成为绊脚石。你那么看重他的能力，将他的红脊髓移植给我。我本来就是组织的人，我受益获取他的力量，你得到更有力量的臂膀，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我倒是没有想到，你对力量竟然有这么大的欲望。我以为学医的人都是为了悬壶济世。悬壶济世？我连自己都救不了，怎么济世？你们进化了肢体，潇洒的活了那么多年，现在才觉得迟。而我的不老不死，却要小心翼翼四处躲藏，就像受到了诅咒。所以你渴望力量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基因突变的吗？不是因为掉下山崖吗？我说了谎。即使我成为超级人类，可在我们这个群体里，我依旧没有任何过人之处，是最弱小的一个。你连低温都可以抵抗，你的身体没有致命的弱点。我和薛灵桥在这方面都吃过大亏，这一点，你不觉得是过人之处吗？可你们手里有棍棒，而我却赤手空拳。钱在手里，棍棒也在手里，我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可当你有了棍棒的时候，你是拿着棍棒去保护那些像你一样的人，还是用它们去打像你这样的人？老大，你真觉得我们可以干干净净的往前走，直到我们超级人类能够站在阳光下的那一天吗？古往今来，通往盛世的路上是要踏着鲜血和白骨走过去的，怎么可能避免流血和牺牲呢？我们只能用最小的代价来达到最大的目的，不是吗？目前牺牲薛灵桥是最好的选择。你需要我，也需要薛灵桥的能力。